今年1月，全国各地多个医院都停止了产科的服务，有些小的医院干脆把产科都裁撤了。产科本就重要，为什么会走到停诊甚至裁撤的地步呢？这里是知识 TNT。在江西赣州地区，市级和县级多个医院的产科都出现了巨大的调整。该市的第5人民医院本月中旬正式停诊了产科。不过，该医院的主要诊疗服务是面向肝肺病和职业病的，因此将产科裁撤似乎也是情有可原。另一家位于定南县的医院也对产科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医院不再开具出生证明，同时不再针对孕妇展开诊疗服务。该院的产科只保留了普通产检和彩超等常规业务。广州市番禺区下属的2个医院在1月份的时候也停止了产科的分娩业务，常规的妇产科业务包括检查、产后随访、人工流产等还继续保留。同样取消分娩业务的还有福建莆田下属的一家乡镇卫生院，山东青岛的一家县区级中医院也取消了分娩业务。据不完全统计，自1月份以来，全国有近10家医院调整了产科业务，有的医院是彻底裁撤了产科，有的是取消了某项服务而保留了相关业务。综合调整业务的医院来看，分娩业务是取消最多的种类，几乎涉及所有的医院。不管是裁撤还是合并业务，分娩无一例外都被取消了。对于业务的调整，去年多个医院给出的解释是降低孕妇和婴儿的死亡率，保证母婴安全。这太过官方的说辞，让人听得一头雾水，好像是在说自家医院只要关停分娩业务，没有孕妇来医院就诊，进而也就不用承担孕妇生育而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了。医生，尤其是产科医生的看法又不太一样。2月份，一个妇产科专家公开呼吁救产科。该医生表示，他担心产科学科未来会出现大面积塌方。医生的担忧不无道理，可各地医院的调整已经在进行中，而且根据目前的趋势看，这一浪潮接下来还会持续。全国多家医院都停止了分娩业务，难道医院产科真的没活干了？早在2022年就停止分娩服务的苍南县中医院医生说，这2年里，医院每个月新生儿的出生量最多只有20多人，也就是说，每天新生儿出生的数量连1人都不到。这并非苍南县的个案，在苍南的其他县级医院，近年来新生儿出生的数量也在持续走低。贵州省的一家县级医院妇产科的医生介绍，2023年以来，新生儿的出生量相比以往下降了30%。该县的其他县级公立医院新生儿的出生率也都在降低。湖南的一家知名妇幼保健院，此前新生儿的出生率是省内最高的，但如今这一规模已不复存在。过去该院因为分娩孕妇数量太多，临时加床是家常便饭，可2023年到现在，加床在医院里反倒成了罕见现象。在人口整体下降较为厉害的黑龙江，产科医生的感受也是最直观的。哈尔滨妇幼保健院的医生表示，以前新生儿出生每天最少7、8个，多则10几个，而现在基本上几天才有一个新生儿分娩。2023年全年，该院的分娩量相比过去直接掉了50%以上。身处前沿的产科医生有直观感受，而整体的人口数据也能印证这一点。2022年，全国人口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人口净减少85万，自然增长率变成了负0.6%，这是60年来国内人口第一次出现负增长。到2023年，全国多省的常住人口也在下降，有的省份人口增长放缓，有的省份已经出现负增长。具体表现在孕妇的建档数量上，2023年多家医院都表示这一规模在持续下降，有的医院孕妇建档数量相比以往甚至减少了30%。从医院的业务来看，孕妇数量持续减少，分娩业务就不再像过去那么多了。尤其是很多县级和乡镇医院，年轻人口大量的外流，不要说分娩，就是常规的妇产科业务需求也不像过去那么迫切了。新生儿数量下降只是其中最直观的因素，实际上还有很多我们一般难以注意到的原因，把产科往绝路上逼。多家医院关闭产科竟然不是因为低生育率。2022年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我国民营医院的负债率惊人，国内民营医院数量超过了2.4万家。2021年，该类医院的总负债额超过了3500亿元，平均一家医院的负债规模就达到了1437万元。在业内人士看来，国内医院普遍存在超编现象，因为超编和负债又导致有的医院出现了拖欠医生工资的现象。这种情况原本就让各医院负担很重，如今新生儿数量又在持续减少，医院内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肯定是妇产科。
在出生率走低、医院负债过重的背景下，不少医院就把调整裁撤的第一刀砍在了产科身上。而且在出生率走低、死亡率不变的情况下，每年能正常缴纳税费的人群数量也在减少。而财政压力持续走高的情况下，反过来又会加重医院的负债情况。也就是说，未来人口出生下降这一趋势不扭转的话，类似现在医院裁撤业务的现象还会存在。现在受冲击的是产科，假设人口继续下降，未来整个医院出现合并裁撤的现象也不会奇怪。目前在整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妇产科乃至儿科在各个医院内就成为了结构优化的牺牲品。医院在整合资源，产科的调整以及合并也就成为必然现象。除了整体情况外，产科医生工作环境的不利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一领域医生的流失。医院内部产科的整体运营成本高，但相关的收费标准相对其他科室却很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产科自设立伊始一直是按照过去接生婆的标准来收费的，而且多年来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收费标准低，医生的待遇自然也不会高。然而，相对于其他科室，产科医生工作中面临的风险责任又很高，稍不留神就可能会出现一尸两命的情况。待遇和责任不对等，这就导致不少从医人员并不愿做产科医生。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